还在烦恼工作会被 AI 取代吗？大公司怕转型，小公司怕被吞，个人怕没投入。别担心，阿峰老师带你洞悉 AI 时代的生存法则，不只教你保住饭碗，还要教你弯道超车。想知道大金鱼怎么翻身，小虾米怎么变英雄？想知道 AI 时代的职场必备技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进入今天的 AI 求生指南吧。下班学 AI，AI 夜夜错，让你下班轻松学 AI，上班得心应手运用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老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的工作会被机器人取代？别紧张，我不是要吓唬大家，但这确实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AI，这个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有点担心的话题。大家还记得柯达底片吗？这个曾经称霸全球的底片王国，因为没有跟上数位化的脚步，最后只能黯然退场。AI 的冲击就像当年的数位化浪潮，甚至可能更猛烈。所以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，甚至是我们每个人，都不能再抱着看看再说的心态了。我以前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的时候，就亲眼见证了 AI 的威力。我们公司原本有一个客服团队，每天接电话接到手软，但还是常常被客户抱怨。后来公司导入了 AI 客服系统，不仅24小时全年无休，还能同时处理上100通电话，客户满意度反而提升了不少。这让我深刻体会到 AI 不是要来抢我们饭碗的，而是要来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。但问题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在 AI 时代站稳脚步，甚至更上一层楼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哪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。不管科技怎么进步，做生意的基本道理是不会变的。像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客人要什么，喜欢什么，你的产品要够好，服务要够贴心，客人对你的品牌要有信心。这些就像盖房子的地基，不管上面的房子怎么盖，地基一定要稳固。再来，我们来聊聊大公司跟小公司。大公司就像航空母舰，资源很多，但转弯比较慢。他们在导入 AI 的时候，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，像是组织太庞大、制度太僵化、系统太老旧等等。我之前辅导过一家大型制造业，他们光是要把 AI 系统跟原本的生产系统整合，就花了快1年时间，还不一定能成功。但这不代表大公司就没有希望了。很多成功转型的大公司，他们的领导者都很有决心，会带头推动变革，还会成立专门的 AI 团队，一步一步来。最重要的是，大公司要特别小心那些新创公司，他们很会利用 AI 来搞破坏，一不小心，大公司就可能被他们干掉。那小公司呢？小公司就像小快艇，很灵活，可以随时转弯。他们在 AI 时代反而有很多机会，可以利用 AI 来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率，甚至可以去抢大公司的生意。我认识一个做网络营销的小老板，他利用 AI 工具来分析数据，投放广告，结果业绩翻了好几倍。所以小公司不要怕大公司，要善用 AI 这个工具去创造自己的优势。最后，我们来谈谈个人。不管你在什么公司上班， AI 时代的职场就像一场进化赛跑，不进则退。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学习，提升自己的技能，才能在 AI 时代生存下去。那要学什么呢？像是数据分析、机器学习、程式设计等等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AI 技能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变成 AI 工程师，至少你要懂一点 AI 的基本概念，知道 AI 可以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这样你在工作上才能跟 AI 合作，把事情做得更好。而且 AI 技术一直在进步，你不能只学一次就够了，要不断学习，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。还有 AI 的应用范围很广，如果能结合不同领域的知识，像是行销、设计、管理等等，你会更有竞争力。我记得我刚开始接触 AI 的时候，也是一头雾水，觉得很难，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学会，不然以后一定会后悔。我开始上网找资料、看书、上课，还加入了一些 AI 社群，跟其他学习者一起讨论，一起成长。所以大家不要怕 AI， 要把它当成一个机会，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。只要我们愿意学习，愿意改变，一定能在 AI 时代找到自己的舞台。总结一下今天聊的重点：
第一 AI 时代已经来临，不管你是企业还是个人，都要正视这个趋势。第二，掌握不变的商业法则，同时也要学会利用 AI 这个新工具。第三大，企业要小心转型陷阱，小企业要把握弯道超车的机会。第四个，人要不断学习，提升 AI 技能，才能在职场上保持竞争力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阿峰老师诚挚邀请大家分享你们对于 AI 的看法，以及未来希望在本节目中听到哪些 AI 技术的探讨。若您对 AI 课程有兴趣，我们备有针对组织部门中高阶主管的 AI 趋势课程，以及针对基层员工的客制化把手 AI 工作坊，欢迎随时与阿峰老师联系。最后，若您对 AI 工作流程自动化等议题感兴趣，也可以 Google 搜寻 AI 峰哥，在方格子有许多部落格文章，相信能为大家带来启发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，阿峰老师期待大家都能有所收获。明天再与大家在节目当中相会，请订阅我们的节目，以免错过任何精彩内容。下次见。